虽然他只比我大2天啊，但感觉他起码比我多练了20年。他的臂围是一个谜。对，他就这样，他就永远可以说他臂围只有45，但他的视觉效果感觉有52。你不要说，你量，真是。马上量。好，赌什么？赌什么？赌大一点。现在来到了龙之队健身，这个是我们龙龙的健身房，它这边有很大，2000平，但是最有特色的这个不光是健身房，同时是他的家，他在这里备赛，直接住在健身房里。哇，你看呀，就是这个是你获得冠军那场泰国职业赛的宝剑。哇，你这宝剑好帅！淘宝也有义乌的亚瑟王剑。对，兄弟们，你们还比什么，对吧？直接去买一个就好了，淘宝买几个就好了。你让我先躺一躺吧，我真的我现在上头了。那躺着吧。我们一会儿要参加一个 UP 的一个粉丝见面会，在华南，然后这一次也是首次，我跟龙龙和康哥在华南的一次粉丝见面会，然后争取以后可以常来，也是我第一次来华南。说实话，刚才吃的东西已经很惊艳了，非常好吃。稍作休息，然后晚一点我们就准备开始训练。今天我们要练一发手臂，几点练？你休息好再练。其实我也挺累的。那躺会儿吧。我早上6点钟起来的。躺会儿吧，我现在已经快不行了。我昨天2点钟睡的。现在我们要进行一个手臂的训练。这个健身房是我第一次来，然后非常多特别的器械，我们都想尝试使用一下。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常规的训练啊，但是呢，我们以交流为主。然后你们可以看到后面有很多的粉丝，其实很少有这种一堆粉丝围着我们训练的那种感觉。一般来说，安排跟大家一起训练的话，都比较喜欢安静式的那种训练，然后拍视频为主。但现在的话，就是大家直接看着我。这挺舒服的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你这能不能做全程啊？可以，很到位。不要偷懒。你的对手很强，知道吧？不要偷懒。你这加这么多？不是说加15吗？我感觉挺重的。太快了，是不是有点快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离心可以慢一点，向心可以快一点。该你了。让我看看你怎么做的。但他这个不能再过这儿。啊，对，他不能再转。那他中间就是练什么？练垂式的。垂式的。可能还是给欧美人设计的。据说他臂围有54啊，一会儿我量量他，我不相信他，我觉得他臂围应该不止。那我再采访你，觉得你臂围多少？我啊，我现在是46，我47。跟大家讲啊，如果说喜欢虚爆的人，一般你还是个小菜鸡。像我们这种运动员，都会往下少说2厘米。说在1米。
对啊，他自己给过去了。他这二头太大，限制他的走区了。来。顺着我给最后一点，顺着我给最后一点，OK 好。他在默契，你不是顺着你给，不是，就是你要维持我这一个匀速，不是要等我卡顿了。当你卡顿了之后，你停了之后就没有目击了。对，你再重新再启动的时候，这目击我就顺着你。对，所以说你看我跟你们带的时候，我是顺着你喂给你的。你如果一旦停住了，这目击就没了。你要带的时候一定要顺着它，一直保持一个匀速加速，但是千万不要停了你再给，也突然断掉，完了。好，你看我给你带的时候，一定顺着你走，3个，再来2次。其实我告诉你，在这地方就应该给了。你如果给到这个地方来停住了，完了。下一个动作我们要练个哑铃。刚才我们那个应该起码练6组到，我们练几组？6组吧，8组，我不知道练几组，反正练了很多组。然后现在我们练哑铃吧。2头跟3头其实平时比较少练，因为健体确实2头没有看的那么多，但是呢还是得适当去练的，尤其在备赛期间我会练它，因为我希望我的分泌度还要再高一些。今天的整体的这个次数会比较多一点。那就15。完了，早知道少说点。不要去做更多肩屈，没必要去做更多肩屈，其实肘屈，因为当你在去做肩屈的时候，还是三角肌前束还有上胸参与多了，因为你在直立位的时候，你现在去做肩屈，就是上这块，不要去做太多肩屈，但是你放到底的时候要停顿一下，因为你直接弹起来，你会接很多弹性。你要不然的话，你二头肌就是拉不开的。你如果前臂想着旋前，二头肌肯定是放松的。往上一点。你甩几个吧，我允许你甩几个。还有8个。7个。什么？7个？最后一个。哎，难怪想让我。哦哟！我是好想把自己裹起来，看他脱完以后。跟凯根一样。这个肩膀。感觉你又撞了。你别咬。你教练。我想做一下集中弯举。好，可以啊。你让他多重？就10公斤，就12.5。那我就低调一点，拿个10吧。
7啊，7，还5个。得，你看你自己能辅助动你吗？你有没有发现，出好多人都是左边右边，有没有发现，左边二手形态也会比右边二手形态好很多。我也是左边。对，你量过没有？我没量过。一会儿去帮你见证一下。走吧，走吧，那就做器械去吧。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练3头了，刚刚2头已经练完了3个动作，我们练个绳索下压，看一下啊。龙龙练的确实很棒，虽然他只比我大2天啊，但感觉他起码比我多练了20年。对 ，OK， 这样没问题，走。带上一点点，就是你刚刚在做的时候，你肘区是做的不够，但是你肩区做多了。你想想看，你拉开的是这里，拉开的是背，有点带点长，背一点。做长头，你做肩区，确实长度可以拉长，做肩伸确实可以做到，但是你没有必要去不做肘区，你肘区做的不够。我要量一下，你肯定这边粗，你信不信吧？太大了。他说他45，我不信。53没问题。这边，按道理讲这边会少。多大呀？多大？对，52。是吧52.5。我帮他量一下他直臂，直臂那就应该量这个嘛，50。直臂50。直臂没有必要去量它干嘛？没有任何意义。健体运动员需要量。哎，你能不能站下来一点？我手机都肘到脸上了。47.5，你看我直臂46.5。在这里最粗，这里最粗。 45.5。45.5，还是有点。45.5。好吧，你真实一下他。哎，我就不真实。你要来，我真不了。他的臂围是一个谜。对，他就这样，他就永远可以说他臂围只有45，但他视觉效果感觉有52。我的腿真的只有66。你不要说，你量，真实。马上量。好，赌什么？赌什么？我们赌个牛肉赌大一点。67。就67在这儿，这是66.5，来66在这儿，完了，是不是66？你用力，没骗人吧？来量你的腿。这个我能看见了。多少？66.5。哎，我跟你一样。好，以后我可以装逼了。我跟康哥的这个腿围是一样的，我也可以打鼓点了。你再多练一个动作吧。好，练。羡慕我的3头吗？渴望，请叫我中国的3头外侧王。没明白的掌声，好吧？我们刚刚训练完，然后现在准备进行一个粉丝见面会，这才是真正我来华南的一个目的啊，就是跟大家近距离去接触一下，回答一下大家问题。很有幸跟我们的是在龙龙的这个健身房，所以大家如果在华南，别忘了来他健身房，好吧？地点放这里。加油！哼哼，看看我到哪里了。淮南牛肉汤，跟你们说啊，我在上海吃过，应该吃了至少3、4年的淮南牛肉汤，一直我感觉差那么一点点意思，所以今天特别感谢我们的龙龙邀请我来吃正宗的淮南牛肉汤。今天练得非常到位，你们也看到了，手臂很充血，
然后我们准备决定补充一下。虽然现在在备赛期间，不过适当的奖励一下自己，因为之后我也说了我要开始加速了，所以现在既然已经在环了，哎，对，既来之，我们就则吃之，懂吧？之前在上海的时候，请龙龙吃了600块钱的日料自助，然后呢，他答应我要过来请我吃600元的淮南牛肉汤，所以我先来碗50的，你要吃完了我再给你安排。OK， 先来一个50块钱的，我们看能不能吃完。吃完的话我随便续是吧？随便续。我能吃多少，就是你就给多少。我买单。你买单。好的，看看我们能吃多少钱的淮南牛肉汤，冲一波。这是你们的牛肉是吧？对，牛肉干。正宗的。黄牛肉。确实跟我在上海吃的完全不一样。除了淮南的都不正宗。怎么样？对。其实我感觉备赛期间，稍微可以偶尔放纵一下。我一个星期都吃一顿。你一星期吃一顿？对啊。放纵餐。是。还是放纵日？放纵餐。放纵餐。对，放纵日有点过分。龙哥也是淮南的，对吧？他就进奥赛了，你也是。他每次吃120。他每次是120块钱的，就才50块钱，那我还不及龙哥的一半。哇！现在早上8点钟，我们准备回上海了，非常难忘的一次淮南行，因为第一次来玩还是不错的，这边美食很多，下次争取再来一次。也感谢龙龙刚刚送我，接下来我就要开始真的认真的备赛了，心无杂念。然后在10月5号的时候，也就在1周后，我就要去飞往美国。那个时候我可能会把国内的很多的事业方面的事情全部给抛除掉，全部投入在比赛当中，所以你们不用担心我。我知道之前确实我也很忙，我没办法，我不是不知道这个紧急性，好不好？我知道紧急，但是没办法，我之前重心确实在事业和结婚这个2件事情上面。接下来，我会更严格的控制自己的饮食，绝对不会像现在一样去吃这种欺骗餐。然后我也会更加严格去控制自己训练，然后同时我也会去找我的这种教练，帮助我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。也感谢你们关心，接下来我就准备在这个车上睡一觉了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